嘿，大家伙儿早喽！1月17号星期五，除夕之前的倒数2个周末了，是不是？下周末是大阪的半程马拉松，好多朋友要来参加。今天有观众约7点在烘焙店，还有4分钟。今天跑得快，看一眼啊！今天到现在跑了12公里，平均4分39。在说今天话题之前，先更正一下啊！大河源先生跟我说，我听错了，他的最好成绩是2小时50，不是51。他把证书发给我了，我隐去关键信息放屏幕上，真棒！今天我穿多了，今天2摄氏度，不知道观众到了没有？好像有2位呢，还有2分钟，应该是到了。我看这位就像。哎，你们好，你们介意被拍到吗？介意被拍到吗？你们好，是一起的吗？不认识的对吧 ？OK， 您是不跑步，您希望跑一跑步？对，我 OK。跑的，我是跑的。你好，不好意思，这手比较凉，抱歉。没事。哎，你好，怎么称呼？哦，我姓徐。徐，从哪儿来？我从北京来。从北京来哦，可以。春节放假了是吗？已经。对，没有啊，我是过来玩。然后就刚好想来见一下你。哎，谢谢你这么冷这么早，这是闭麦的羽绒服。哦，对。朝阳公园买的。可以。因为我之前是练就是 CrossFit 的。哦，所以可以比较练举铁一点。哦，对，然后开始跑步，然后最近开始玩越野。哦，多长距离的越野？就20多30。去北京的西山。对，妙峰山那边差不多。可以，厉害。那我们一边跑一边聊。行，您怎么称呼？我姓李。你好，不跟您好了，关注您很久。从哪儿来？我从河南。河南来玩吗？也是。对。练的还行吗？我看练的还行。跑了2年。我们靠左。你掉东西了。房看。哎，谢谢。酒店不错。住在哪一家？住在北滨。北滨啊，最近好多来的人都住在那边，那边挺好的。跑了多久？跑了2年了，但是最近1个月没怎么跑。为什么呢？受伤了？对，前交叉有点哪条腿？左腿。之前我们还要我们尽量靠左边。对。那严重吗？跑不了强度。对，那好一点。就没有参赛计划了呗。12月跑了1个半马，然后1个半马，后疼先生，到现在都没怎么跑的。那就是要怎么恢复呢？让他自己长好，还是说做一些恢复，有些力量训练，然后和一些什么？刚刚和那个观众分开，在大本城跑了1圈多一点。这小伙儿前交叉韧带有损伤。那天有一天节目说鞋里进东西的事儿，有小伙伴就说不明白为什么不能停下来把鞋里东西拿出来再跑。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几年前我也不明白，跑多了就明白了。这个事儿是这样的，你看，比方说我提到那位运动员在肯尼亚训练，鞋里进的东西还是跟着练，然后在他们那也有条件拿出来的，有教练车跟着，对不对？然后在一条路上，你落下了以后，也有办法能让你跟上。但是不拿出来的原因，甚至冒着说脚被磨出大泡，然后不到2周就是奥运会的这种情况，它是有原因的。这原因是
跑了以后就会明白的事情。就我觉得大破节那本书的名字的翻译还是翻译的挺精准的，或者说你不能说叫跑者的倔强，但是我觉得我想用这个作为今天的标题。我记得有一年买了双新的鞋，那时候还穿凯亚诺，我都忘了是哪一代，还是10几的时候，好像是啊，2016年、2017年左右，第一次穿去跑步，跑了不到2公里，觉得鞋带系紧了，觉得足弓酸。相信很多跑步的小伙伴都有这个经验，对吧？然后我就坐在路边解鞋带重新系，然后再起来，再接着跑。那一天我有一个特别深刻的感觉，以前不觉得，以前说跑步停下来就停下来了，那天等再起来再跑的时候，心里觉得突然一空。你现在让我回忆当时具体的感觉已经很淡了，但是这件事儿我记得。后来穿那个 Vaporfly 第2代，我老跟小伙伴们说穿这鞋去跑，如果是泥泞的比赛，一定得小心，尽量别踩泥，因为它那后跟特容易进东西，进东西这一场比赛就特难受。从那时候我就意识到，或者说那个时候跑步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进东西，跟以前呀都穿那种包裹特别好的鞋，缓震鞋。刚开始穿竞速鞋的时候呢，那时候的竞速鞋也没有现在的这么激进。等真正穿2代 Vaporfly 的时候，觉得好容易进东西啊。然后那时候我首先的想法是，我在想，那比赛的时候进了东西怎么办呀？也不能拿。后来我就想，那为什么训练的时候我就要把它拿出来呢？所以后来训练鞋里进东西也就不拿了，并且因为这个小倔强，有时候鞋里进东西我会有处理的办法。你不自觉的你就会想办法，人还是很聪明的。比方说，你想要把这东西甩到鞋前头啊，或者侧边啊，不影响你落地的地方啊，总会有办法。你说会有影响吗？肯定会有影响的。但是这也是训练的一部分。这就像我说，冬练3久，夏练3伏，那不是说人诚心给自己找别扭，但是给自己找别扭就是训练的一部分。就像去年100公里之前，我说野口先生看专业的100公里的运动员写的书，说很难有一场比赛是所有条件都很完美的，是为你准备好的。你可能面对炎热、寒冷、下雨、大风，就像炎热就像神户，下雨就像2023年的东京半马和24年的大阪，还有波士顿。那如果总把自己放在温室里，带引号的温室，那你再出来的时候绝对不会是猛虎下山，绝对不会是。像长距离耐力项目，实话实说是最讲科学的，最不骗人的，最是1分努力1分收获的。但是有的时候它也有好多玄学，就像小伙伴说，比方说下雨下雪特别冷，那在跑步机上完成训练，我有一个特别好的跑步机，跟路跑差不多，从科学上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它会让你在赛场上艰难的时候少1分胜利的信心，这是我的真心话。比如像现在，比方说像我的时间，我稍微晚一点开始工作没问题的，真心的。我也不是那种就必须得严丝合缝卡住时间的，实话实说。但是为什么我还是早上起来这么早来训练，
然后早早的完成剪辑，在上班之前，就是因为，从特小的时候，家里长辈就说这个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我这不是说那样就坏，它就是一个比喻，就是人上升是很难的，但是如果想放弃，那有的时候就跟下坡跑下坡一样，一步就会越来越快，然后不知不觉已经下到坡底，然后你再回头看这个坡的时候呢，你就再也不想往上爬了。马拉松的训练有的时候是，就像冬天这么早的训练，有的时候确实是不科学，因为像强度课就不能就放在早晨，确实是没有放在下午或者白天能跑出更好的强度，因为确实太冷了。但是呢，如果现在再让我说我的观点，我还是愿意去牺牲这一点点科学，因为这个逆境或者不好的环境下去拼搏，你换来的那个东西科学给不了你，因为科学能给你的东西其实是就是很专业的职业运动员他们去需要的最后那5%，而普通人来说，不管你在受伤还是心情不好还是状态不好，其实都能通过你不能说给自己制造困难吧，就是找一些拼搏的机会让自己开心起来。这个像比赛，有时候你面对一场目标比赛的时候，你紧张你担心，但是呢一起跑你就发现，如果是全马再过3个小时，如果是半马再过1个多小时，你可能就是这段时间最快乐的自己，是不是？那比赛也是吃苦，所以这就是我总结的，我觉得马拉松业余爱好者的应该考虑时不时加到生活里的、加到训练里的小的倔强，在自己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且再说回鞋里进东西这个事儿，这个事儿是潜移默化的，是不知不觉的。我并没有在进东西的时候去刻意跟自己说你不能拿出来，你要用这是个训练的机会，不会的。这就是现在觉得啊，习以为常，顺其自然，觉得鞋里进一东西就进一东西，我接着跑就是了。这是真的是一个不自觉的反应，并没有那么的高尚伟大的思想，绝对没有。很多时候别人看起来可能好像是个壮举的事情，在当事人看来也许就是一个很不经意的这么一个小的决定，甚至都没有决定，不知不觉就跑完了。真心话，行吧，我也快跑完了，训练后见啊。1月17号星期五清晨7点45了，训练结束。第一个训练日还是一个半程马拉松，最后的平均配速是4分42，心率141。见到那个观众，大家在大半程跑了一圈，那一圈稍微慢一点。其实就是有时候总说激进不冒进，就是冒进这事儿，如果做多了可能会造成受伤啊、生病啊。但是激进有的时候时不时人激进一下是个挺美好的小回忆，而且不仅仅是在成绩上、训练上、速度上，好些事儿都是，包括你的衣食住行。有时候跑者就是耐力项目，它是深入到生活中的很多细节的。就像，比方说以前我刚开始跑步的时候，甚至没跑步的时候，有时候早上起来，今天起来嗓子疼，没有其他症状，就单纯嗓子疼，今天就特想休息。刚开始跑步的时候就不跑了，但是现在呢，只要不是感冒发烧，就单纯的可能咽喉不舒服，就该怎么着怎么着，跑完回来也就没事了。这就是随着运动时间的增长吧，人在各个方面都会，我觉得都会有进步，也不能说进步，都会有变化。行，那这么着，明天是周六了，我们照例北京时间下午1点半直播。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吧。咱们明天再见。